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听书学史。改变思维，改变行动，改变习惯，一切都会顺利起来。这次我想介绍一下由石山修二先生所著的《真正的力量觉醒后成功者的唯一思维方式》这本书。今天的视频内容包括以下2个部分：第一，为什么没有人做？所有人生成功的人每天都偷偷在做的事。第二，真正觉醒的力量。成功人士偷偷在做的3大神奇习惯。首先从第一部分开始讲解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有些人无论做什么都能顺利成功，而有些人无论做什么都不顺利。这2类人之间的思维、行动、习惯都有着极大的差异。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人生幸福顺利，每个人都希望能够改变自己的人生，让这一生变得更加积极和美好。那么，这样的人究竟应该做些什么呢？这也就是说，你需要将那些无论做什么都能成功的人所采用的思维方式、行动和习惯不断融入到你的生活中，而本书在这方面将会大有帮助。本书浓缩了人类几千年来所达到的精华，将那些在人生、工作和人际关系上顺利成功的人所遵循的普遍法则，以一种适应现代生活的方式，清晰地展示给我们。他们平时在思考什么，以及他们有哪些行动和习惯。哪怕只是一点点地将这些融入到您的生活中，您的生活就会开始变得顺利。首先，我介绍的是人生顺利的人每天默默进行的第一个神习惯，就是打磨外貌。大家是否真正意识到第一印象的重要性呢？培养打磨外貌的习惯会带来一个巨大的好处，那就是你会变得更有自信。自信会极大地提升您对自己的信任感，而这一点非常重要。有了自信，这种自信自然会体现在您的行动和姿态上。自信的人在他人眼中显得更具魅力，更值得信赖，从而使建立人际关系变得轻松，并被积极的人际关系所包围，进而大大提升人生的幸福感。进一步的研究表明，自信的人通常幸福感也更高。每个人都希望拥有幸福的人生，而自信与幸福感密切相关。因此，要想幸福，首先需要对自己充满信心。此外，有了自信，即使遇到困难或处在压力环境中，你也能冷静应对眼前的挑战，也就是能够培养出抗压能力。被压力击倒的人和能够克服压力的人之间的区别，在于是否对自己有信心，是否对自己有信任感。这一点非常重要。自信的人会积极地挑战自己，尝试新的经历，因此成功的概率会大大增加，人生顺利的几率也会大大提高。他们会积累成功的经验，这些成功的经验又会进一步促使他们积极行动，从而形成一个正向循环。因此，拥有自信确实有着巨大的好处。我希望大家能够磨练自己的外貌。此外，培养打磨外貌的习惯会使您在人际关系中占据压倒性的优势。这一点你很快就会感受到。在第一次接触时，如果我们感觉对方是安全可靠的，就会对其产生好印象。相反，如果感到不安或危险，就不愿再次见到对方。之后的人际关系也很难顺利发展，因为人们会有无意识地根据外貌来判断他人。通过打磨外貌，可以给人留下积极的好印象，从而顺利地开启人际关系。此外，人们本能上更倾向于寻找健康的伙伴。干净清爽和健康的外貌常常会给人留下好的印象，因此打磨外貌更容易获得周围人的积极反应。相反，如果不注意外貌，你会遭受很大损失。如果在见面或工作之前就因为外貌而被负面评价，那么本该顺利的事情也会变得不顺利。所以，希望大家养成对着镜子检查仪容的习惯。首先，最重要的一点是保持清洁感，例如处理鼻毛和多余毛发是基本的礼仪。越来越多的男性开始留胡子，但只有经过精心打理的胡子才能让成年人看起来更加帅气。此外，体臭和口臭虽然很难被他人直接指出，但会带来不快感，因此一定要注意气味，还要注意刷牙等。
保持清洁是在人前展示自我的基本要求，希望大家养成随时检查的习惯。清洁感是基本要求，达到这一点基本就合格了。但如果想让人生更进一步，除了保持整洁外，还可以尝试高品质的时尚穿搭，这样不仅能与普通着装的人区分开来，还能展示存在感。如果给人留下这个人很懂时尚的印象，那就能大大提升好感度。如果您对服装不太讲究，不知道该穿什么，那么可以去服装店，请店员根据您想要的形象帮您挑选衣服，告诉店员你想展现清洁感或时尚感，他们会为您选择合适的衣服。此外，我还希望大家追求健美的体型，例如，男性如果拥有紧致的肌肉，就能给人留下良好的印象，让人觉得您在工作上很有能力；女性则会觉得您很有男子气概。同样，女性拥有紧致美丽的体型，不仅会受到男性的欢迎，也会受到女性的尊敬。因此，请大家将运动习惯和正确的饮食习惯融入到日常生活中。通过均衡饮食和定期运动，您的体型会变得更加美丽，从而显著改变第一印象。我们无条件地尊敬那些拥有好体型的人，因为我们知道拥有好体型的艰辛。要打造好体型，需要合理的饮食、适当的运动和充足的睡眠，这些都是需要自身拥有较高的自律性。拥有好体型的人，往往通过这些努力达到了目标。能够进行身体的自我管理，是最有力的证据。特别是在海外，拥有紧致体型的人在商业中占有绝对优势，更容易被录用。这表明锻炼身体的重要性比在日本要高得多。接下来我要介绍的是，人生顺利的人每天默默进行的第二个神习惯，那就是拥有果断舍弃的勇气。希望正在听这段话的各位能为了让人生顺利而具备这种勇气，那就是果断舍弃的勇气。放下手中的事物，迎接新的事物，舍弃不好的事物，好的事物自然会进入您的生活。然而很多人都很难舍弃东西，人们不仅难以舍弃物品，还无法舍弃那些隐约感到不好的事业、关系或人际关系，结果被拖入不好的方向。等到跌落谷底才后悔就太迟了。明确地说，如果我们抱着不必要的东西不放，就无法前进。很多人被各种不必要的东西束缚住，无法动弹。无论是过去、未来、人、习惯还是价值观，束缚我们的不需要的东西都应该果断地舍弃和遗忘。这一点极其重要。然而有些人觉得这很难做到。为什么很多人无法舍弃这些负面的东西呢？这是因为他们心中依赖这些东西。换句话说，阻碍我们的只有这种依赖感。一旦决定舍弃，就会惊讶地发现其实很容易。一旦放下，身心都会变得轻松，头脑和心灵会像暴风雨过后的天空一样清澈。下一步该做什么也会变得明确。尽管我们知道应该舍弃，但我们最难舍弃的东西往往是重大的损失，或者是自己曾经的一部分，那就是过去。你们当中是否有人仍然被过去的大失败或重大损失所困扰，感到消极呢？巨大的损失往往会留下深刻的伤疤，带来剧烈的痛苦，特别是那些无法用自己的意愿避免的大病或灾难，时间再长也难以摆脱这种痛苦。然而重要的是接受已经发生的事情，接受愤怒，并学习从这些考验中汲取经验，明白如何将这些考验转化为未来的动力。如果您能从过去的痛苦中确实获得教训，并将其转化为前进的力量，那么这些失败就绝不会白费。很多人仍然被过去的失败和人际关系所困扰，但我们必须记住，这样做只会让现在的生活受到损害。过去的事情无法改变，我们只能改变现在发生的事情。为了不让现在的宝贵能量被夺走，我们应该放下过去的失败和损失，同时对未来的过度担忧和焦虑也是不必要的。特别是在这个变化极快的时代，对未来的过度思虑几乎没有意义。我们无法预测未来，它可能会迅速改变。我们现在担忧的事情可能会得到解决，
而我们以为安稳的事物却可能变得不再安全。因此，未来的忧虑大多是徒劳的。我们应将精力集中在当前时刻。与此同时，应该果断地放弃那些耗费金钱和时间的不健康习惯，以及那些明显让自己不幸的关系。放弃这些坏习惯和关系后，您将发现自己能够创造出更多的金钱和时间，吸引到那些带来幸福的机遇。接下来讲解人生顺利的人每天默默进行的第3个神习惯。成功人生中的秘密习惯是放弃固执地认为自己总是对的。作者指出，那些生活中遇到困难、觉得人生不顺的人，往往有一个共同点，就是坚持自己总是对的。大家是否也曾经认为自己总是对的呢？是否认为自己的观点绝对没有错？这正是您目前生活中遇到瓶颈的一个重要原因。现代社会中，随着价值观的多样化，正确的对立面往往是另一种正确。常识和正确性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更新。固守旧有的常识和价值观，会让您无法适应现代社会的现实。例如，过去的理想人生是大学毕业后在公司工作到退休，在20多岁时结婚生子，拥有自己的房子和车子。然而，现在经济和社会的变化使得这些选择变得更加多样化，个人的生活方式选择也变得更加自由。重新安装新的常识，可以避免与周围的比较感到不幸，也可以避免陷入错误的优越感。曾经被认为对健康有益的反式脂肪，如今已被证实有害。健康常识不断更新，如果固执于自己认为正确的观念，就会陷入确认偏误。确认偏误是指只收集支持自己观点的信息，忽视或否定与自己观点相反的信息。例如，某些投资者相信自己的投资策略绝对成功，只收集对自己有利的信息，忽视不利信息，最终可能会失败。因此，生活和人际关系中的问题，很多情况下是因为我们固守了错误的自己总是对的这种观念。因此，应该停止认为自己是绝对正确，时刻质疑自己的观点，听取反对意见，并关注新的观点和常识。这样视野就会拓宽，看到的世界也会变得更大。接下来，我将介绍第2部分中提到的真正觉醒的力量，成功人士偷偷在做的3大神奇习惯。首先要介绍的是了解因果法则。因果法则指的是，做了好事就会得到好结果，相反，做了坏事就会带来坏的结果。简单来说，就是你所做的事情最终会像回旋镖一样回到您身上。如果您对某人表现出善意，即使那个人没有直接回报您，你也会在其他地方得到帮助。相反，如果您使某人感到悲伤，你也会在某处感受到悲伤。正如您用正确的方式花钱，金钱最终会以更大的形式回到您身边。例如，如果您讨厌那些只是口头上说而行动不一致的人，这类人可能会出现在您的上司、下属或朋友中。如果您经历了一次重大失恋，希望遇到一个关心您、对你好的人的话，你很可能会遇到这样的人。帮助别人就会得到帮助，悲伤就会被悲伤所回报。讨厌的人就会出现，喜欢的人也会出现。始终关注目标也有助于目标更容易实现。不论目标的大小，只要有目标，您的注意力自然会集中在与目标相关的事物上。这就是人脑的工作原理。换句话说，人脑会忽略那些不被重视的信息。因此，如果您认为您不喜欢的人会出现，那么这些不喜欢的人就会变得显眼。如果您希望遇到优秀的人，那么优秀的人也会变得更加突出。因果法则的观念在科学上也非常重要，因为善待他人、对某些事物表示感激具有巨大的好处。研究表明，感激之情对身体和心理健康都有益。感激的人通常身体和心理健康较好，参与更健康的活动，如运动，并且在健康上遇到问题时更容易寻求帮助。此外，感激可以带来良好的睡眠质量，降低心脏病风险，减少炎症等多种效果。感激还可以帮助降低心跳频率，缓解压力，
减少焦虑和担忧。总之，善待他人和保持感激的心态，可以使您对生活保持积极态度，增强幸福感。因果法则的思维方式可能会有所帮助。如果您持有对他人亲切，自己也会受到亲切对待；感激他人，自己也会被感激的想法，你会更自然地表现出亲切和感激，这样您就能享受到亲切和感激带来的好处。接下来，我要介绍的第二个习惯是利用他人的力量来恢复时间。成功的人往往在时间管理上非常讲究，他们知道借助他人的力量来创造时间的重要性。除了与值得信赖的人合作，还需要将可以外包的工作交给他人处理。如今，互联网使得外包变得非常方便。虽然有人可能认为外包会浪费钱，但金钱可以后续获得，而时间却一去不复返。如果您用钱换取别人做工作，您自己将获得更多的时间和金钱。因此，花钱解决工作或任务，以节省时间是极其重要的。不要陷入完美主义的陷阱，试图一人完成所有任务。虽然这样做可能会节省一些短期内的费用，但您会失去大量时间。失去的时间往往比节省的金钱要严重得多。我们必须理解这一点。在工作之外，也要有用金钱买时间的想法。例如，使用家政服务可以解决清洁、洗衣和做饭等耗时的任务，从而将节省下来的时间和精力用于其他有意义的活动，让您更有效地利用这些时间。此外，为了节省去实体店购物的时间，利用网络购物也是个好办法。您还可以通过选择住在公司附近，在需要时使用出租车，或者借助税务师和律师等专业人士的帮助，来减少通勤时间和处理问题的时间。总之，有许多方法可以利用金钱来节省时间。始终思考如何通过花钱来改变时间使用方式是很重要的。此外，模仿成功的模式也是节省时间的有效方法。成功人士或受欢迎的商店通常都有成功的运作机制。模仿这些成功的案例，并将其有效地应用到自己的方法中，可以大大节省时间。例如，本视频介绍了成功人士的行为和习惯，彻底模仿这些方法也是一种极佳的时间节省策略。在创造时间方面，敢于拒绝也是非常重要的。对于不重要的事情、耗时过长的活动、没有兴趣的事情或不想做的事情，要养成明确拒绝的习惯。虽然有些人可能担心拒绝会让气氛变得尴尬，或伤害对方的情绪，但明确拒绝是完全没问题的。尴尬只是瞬间的，明确拒绝就可以结束。明确的人更有魅力，所以不喜欢的邀请或不感兴趣的事情就要大胆拒绝。当然，最开始时拒绝可能需要一些勇气，但这实际上是可以逐渐习惯的。通过不断练习拒绝，你会变得更加坚定，能够迅速清晰地拒绝不必要的事情。现代社会中，社交媒体、邮件和网络等都消耗了我们大量的时间。如果不加以限制，它们会无限制地占用我们的时间。因此，建议您设置不使用手机的时间。例如，您打算从现在开始工作2个小时，可以设定2个小时，并将手机放到时间锁容器里。这样，在这2个小时内，您就无法触碰手机，从而提高集中力，加快完成工作，节省时间。因此，如果您想成为一个成功的人，建议您认真审视自己的生活，彻底改进时间的使用方式。接下来，最后一个要点是，想要觉醒真正的力量，成功的人秘密里做的神习惯是全力以赴地坚持基本的生活习惯。这些基本的生活习惯包括饮食、运动和睡眠。此外，本书还强调了冥想的重要性。研究表明，富有的人往往非常关注饮食、运动和睡眠，尤其是富有的人对饮食的关注尤为突出，因为他们明白自己吃的食物直接影响身体的基础和表现。此外，富裕和地位较高的人通常养成了良好的运动习惯。比如，世界级的企业家虽然非常忙碌，但他们仍然将宝贵的时间投入到运动中。他们都在坚持运动，因此我们也应当养成运动的习惯。
因为运动有巨大的回报。富裕的人还普遍保持规律的生活，确保充足的睡眠时间。睡眠质量差会导致头脑不清晰，容易疲劳，从而使表现急剧下降。睡眠不足时，运气和人际关系也无法吸引到。睡眠是大脑处理垃圾、整理脑细胞、让大脑活跃运作的重要时间。睡眠能够清除心中的多余杂物、疲劳、杂念和负面情绪，是最有效的药物。当我们清醒时，会经常陷入自我中心的思考，这些思考往往围绕着个人的欲望。然而，在睡眠中，我们会放弃意识，摆脱欲望。睡眠不足状态下，问题得不到解决，情况只会不断恶化。因此，睡眠不足是一种最糟糕的状态信号。如果您感到一切都在压垮自己，首先要学会放下，以便更好地入睡。内心的平衡自然会带来外在现实的改善，所以务必放心地入睡。对于那些睡眠困难或睡眠不足的人，特别推荐培养冥想习惯。研究表明，冥想可以提高睡眠质量，使入睡变得更容易。同时，冥想有助于调整内心，内心的平衡自然会影响到外部世界。问题不在于外部，而在于内心，解决方案也在于内心。如果内心不稳定，外部问题看起来就会非常严重，但一旦内心稳定，外部问题会显得微不足道。不要将问题归咎于他人、社会或运气，所有问题的根源都在于自己。运动态度对于调整内心非常重要。充满活力的人会吸引他人，因为他们的眼神和气场都散发着光芒，仅仅是存在于那里就让人感到耀眼。与其倾听脸色苍白、目光暗淡的人的建议，不如倾听那些充满活力和积极的人，他们的意见会让人相信和愿意跟随。因此，希望大家早晨起床后一定要进行锻炼，这样一来，从一天的开始就能充满活力，激发灵感，以高效的状态完成更多的任务。当您习惯了之后，可以尝试轻松的慢跑。通过早晨的散步或慢跑等锻炼，不仅可以感受到季节的变化，还能从容的通勤，从而在工作中能够集中精力。此外，运动不仅能让大脑得到放松，还能让心情得到重置。在感到悲伤、心情低落或缺乏动力时，建议尝试运动，这样可以逐渐清除心中的阴霾，消除负面情绪，您的生活会发生惊人的好转。如果您现在的心情混乱，生活也很乱，那么首先请从重建这些基本生活习惯开始。最后，我想通知大家一下，我们的新频道学识 Plus 已经上线了。新频道将每天提供更为精简的视频内容，并增加有关论文等相关有益知识的解说。如果您感兴趣的话，请通过概要栏中的链接进行查看并订阅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在下次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